老头，这地方感觉阴森森的。我听说这里以前是天下古道宗门之首千古门的地盘，这里会不会还有蛊虫啊？呸！少自己吓自己了。天古门早就没落不知道多少年了，哪还有什么蛊虫？好疼，好疼！有东西在我肚子里钻。是蛊虫！完了，一定是我们误入了千古门的禁地，惊扰了蛊虫。有鬼啊！什么人？腹部肿胀，长鸣不止，出现幻觉，是肿蛊。谢谢，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不知姑娘姓名，我等日后必定报答。我名乌曼。乌曼，他竟然是失踪了100年的千古门宗主乌曼。沉睡不过100年，我一手创立的千古门竟然衰败成这样。连守护寨子的蛊虫都是最低等的货色，真是辱没我千古门的威名。看来天意让我醒来，重振千古门。金蝉果，你跟我沉睡了这么久，一定饿了吧？快去吃吧。干得不错。住手！我乃千古门大弟子阿七，谁让你把我部下的让蛊群除掉的？你知不知道培养这些珍贵的蛊虫有多难？你赔得起吗？不入流的杖骨也算珍贵。你究竟是谁？乌曼。乌曼，你竟敢冒充我家老祖，找死！是你逼我的！100年过去，千古门的弟子竟只能操控低等的蛊虫。去，让他知道我们千古门的老祖不是谁都能冒充的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万蛊之王金蚕蛊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金蚕蛊是我家老祖的本命蛊，早已随着老祖失踪100年。难道你真是我家老祖？啊！弟子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老祖，请老祖恕罪。弟子阿七恭迎老祖归来。起来吧，告诉我，为何千古门会从宗门之首沦落至此？我的金身法相居然有了裂痕，难怪苏醒之后灵力滞涩，实力大减。老祖，您失踪后不久，天下就蛊虫肆虐，几位长老与门中弟子在下山清除蛊虫时相继殒命。如今千古门只剩下弟子了，是弟子无能，没能守住宗门基业，请老祖责罚。起来吧。天意如此，我既然回来，定会让千古门重回宗门之首，正好借这个机会行善积德，修复我的金身法相。阿七，我要你立即昭告天下，千古门重开山门。是，老祖，弟子遵命。诸位可知，近日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，您猜怎么着？快说呀！快说呀！那消失了100年的千古门重出江湖了。听说千古门是正道魁首，专拿蛊虫，说是那些官府都治不了的奸邪败类。这就是你昭告天下的法子。哎，老祖，这现在不是咱们没钱吗？就请这说书先生，还花了1两银子呢。说完这宗门旧事，咱再说一桩城西沈家富商的怪事。他家那小儿子沈之明今年才4岁，好端端的前几天正吃
吃着晚饭，突然就没了。那么小的孩子就是怪事怎么没了呀？这蹊跷的是啊，那孩子平日没灾没病，沈夫人痛不欲生啊，拦着不让下葬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一觉醒来，孩子的尸体在灵堂之上不翼而飞了。沈夫人受了刺激，当场就疯了。这孩子中了噬心蛊啊！7大凶蛊之一的噬心蛊。噬心蛊性情凶狠，以孩童心脏为食，因此而死的孩童尸体是炼制尸油的绝佳材料。啊，尸油啊！所以这小孩的尸体是被人偷走炼尸油了。可炼这东西有什么用啊？以秘法炼制的尸油，再配合噬心蛊，可驱动尸体长途行走，俗称赶尸。阿七，你去帮我打听2件事。第一，附近除了沈家，可有其他孩童尸体丢失的人家？第二，最近有没有新来的能人异士？明白，我这就去。你们别拦着我找我的儿子！明儿，你在哪儿啊？夫人，你冷静一点。看来这个应该就是柳夫人和沈副商了。我知道你儿子真正的死亡原因，还可以帮你找到他的尸骨。又是找我！这半月以来，自称能人异士、算命先生的骗子来了不下10话，个个说的天花乱坠。可结果呢？不是想骗钱，就是在故弄玄虚。像你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，能有什么本事？快走，快走，别在这添乱！快走，快走！你儿子死前，嘴里一直吐着腥黑的血，眼睛翻白看不见瞳仁，手指一直挠着左胸心口。我说的是与不是？你怎么知道我儿的死状？我从未对外人说过呀。大师，我信你，求求你帮我，我的儿子死得冤了。只要能找到明儿，让他入土为安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老爷，再试一次吧。姑娘，刚才是我刘某失礼了。若能找到我儿尸身，我刘某愿奉上1万两黄金。请大师随我入府。请。你儿子沈之明并非是得了疾病，而是中了一种蛊，此蛊名唤噬心蛊。噬心蛊？我儿子居然中了蛊？谁这么恶毒，竟然会对一个4岁的孩子下如此毒手？老爷，夫人，这位小公子称自己是大师的弟子。啊？老祖，除了沈小公子，城郊还有3家农户死了孩子，2女1男，均未满5岁，死状和沈小公子相同，而且尸体都不见了。另外，城中确实来了一位赶尸师傅，自称来自湘西，帮好几户人家把客死他乡的亲人遗体平安送回，颇有名声。果然如此。大师，你的意思是，那赶尸人害死了我的明儿？是与不是，一见便知。阴人上路，阳人回避。阴人上路，阳人回避。停！哎呀，这年头，兵荒马乱的，死在外头的人呐，是越来越多了呀。不过这赶尸的买卖真是越来越赚钱了，再多跑几趟，老子就能金盆洗手，回湘西当个富家翁了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我柳家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害死我的儿子？你这个畜生！这位夫人怕是认错人了吧？我向来只做替人送葬的正经生意，怎么会害死你儿子？我劝你们赶快离开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用孩童尸油浸泡过的赶尸绳好用吗？你胡说什么？什么尸油？这赶尸绳是我师门的秘宝，专门用来安抚魂灵、护送亡者回乡的。说小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这绳子外层是朱砂不假，
但内里却被尸油浸透。你若不服，想要证明清白，很简单，用大火一烧便知。点火？老祖，这是什么原理啊？这尸油属于至阴至怨之物，一旦用火点燃，凡水凡沙都很难将其扑灭，会一直烧下去。不行，这是我师门的重宝，不能轻易行事。嘿，嘿，嘿。铁证如山，赶尸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是我杀的又怎么样？用几个小崽子的命换千百亡魂的安宁，这是大爱，你们懂什么？本来我没想动你儿子，要怪就怪他运气不好。歪理邪说，让人恶心。贱人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暴露？嘿，我弄死你！去，石心谷，给我吞了这个贱人的心脏！我要你一寸一寸的吃，我要让他痛不欲生！老祖小心！不必担心，让开！不必担心，让开！畜生，看清楚我是谁！死到临头还胡说八道！我管你是谁，给我射！石心谷，给我射了他！你在干什么？给我杀了他呀！过来！贱人，你对我的噬心骨做了什么？我老祖体内有着骨神血脉，能让万骨臣服。你这噬心骨当然听我老祖的了。他不听话，我有的是听话的骨。去！给我杀！给我杀了那个贱人！谁能杀了他，我就让他晋升为新的骨王。噬心骨。有不知死活的东西觊觎你的古王之位，去吧。这杀！给我射了他！保家卫国的英烈遗体竟被你如此利用，你还真是罪该万死。儿子。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啊！明儿的尸骨在哪里？你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呀！夫人，冷静啊！噬心骨，痛死我了！大人饶命啊！我说，我全都说，求求你让他停下。在我家西南角茅房下面的地窖里。畜生！我要杀了你！冷静啊，先找到明儿要紧。我都说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阿七，通知官府，让他接受应有的惩罚。是，老祖。老祖，这几具英烈遗体怎么办啊？我已经把他们的遗体平安送回了家。老祖，您真厉害！二位节哀，令郎仁善，此次沉冤得雪，阴德已结。此劫过后，柳家必有福报。二位保重，勿让逝者牵挂。多谢大师相助，让我儿得以入土为安，此恩难报。凭此文书，天下任何一家柳氏钱庄，均可随意支取银钱，金额不限，还望大师收下。老祖收酬金的方式都这么气派。事情已了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收集功德愿力，果然可以重塑精神法相，我的法力也恢复了些。老祖，这位是庆云镇的张永年，他说有事找你。冒昧打扰，听闻大师能解决妖鬼之事，特此上门，还望大师莫怪。
我儿子张显前天夜里在家中突然暴毙，死状诡异，浑身上下都是针眼，脚上还穿着一双红色绣花鞋。郎中查不出死因，只说是死于自杀。我儿子生活幸福，不愁吃穿，怎么可能会自杀？求大师发发慈悲，查明我儿子的死因。张某愿倾尽家财报答大师大恩。这张永年身上有幻骨的气息，走吧，带我去你家看看。多谢大师，马车已经备好，大师请跟我来。我的儿啊，你怎么死得这么惨？你让娘可怎么活啊？是幻骨的气息。出事那天发生了什么？那晚显儿醉醺醺的回来，怀里还紧紧抱着一个东西，宝贝得很，谁也不让看。我看他醉得实在厉害，就让下人扶他回房休息。出去，本少爷要独自欣赏宝贝，谁也不许进。是少爷。张公子，宝贝，张公子，哟，这小爪子挠一下还挺疼。张公子，你说你爱我，那为了我，你愿不愿意付出一些代价呀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为了你，就算把命给你，我也愿意。那你就把这双鞋穿上吧，穿上它，你就会永远跟我在一起了，就不会分开了。可是这鞋子太小了，我穿不上啊。穿不上啊？没关系，那就把脚趾砍掉，砍掉，不就能穿上了吗？啊，对呀，把脚趾砍了就能穿上了，就能和宝贝永远在一起了。等下人们听到惨叫，推门进去，就看到显儿他双脚血淋淋的套着这双鬼鞋子，全身都是针眼的倒在地上。大师，我儿子真的是被厉鬼索命了吗？这不是厉鬼索命，是幻觉，他中了幻蛊。幻蛊？这双绣花鞋上散发着幻蛊的气息，而这幻蛊可以勾起人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欲望，营造出最真实的幻境，会让人在幻境中自残丧命。张显所见的红衣女子是他内心恐惧和欲望的化身。张显是不是亏欠过某个女子？你们想要找出杀害张显的凶手，最好不要有所隐瞒。真是造孽呀！大师，不是我们不愿意说，而是我们知道的也不多。我只听显儿提过，有一个姓叶的女子向他告白，他没答应，后来那个姓叶的女子就投河自尽了。老爷夫人，不好了！昨天叶家庄也死了好几个人，死法跟少爷一样，全身都是针眼，脚上也套着红色绣花鞋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看来这件事情并没有你们说的这么简单。走。哎呀，你死得太惨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是一样的死法，都穿着红鞋，死的这么多，太恐怖了。现在已经死了这么多人，叶鹏，你还要继续再瞒下去吗？小姐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死的都是庄里的普通汉子，老实得很，从不与人结仇。谁能想到会遭此横祸啊！小六子，你回来！娘，不能再瞒了，叶麻子他们都该死，他们害死了小莲姐，如今是小莲姐回来报仇了。叶小六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个小兔崽子，给我过来！小六，你继续说。
小莲姐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她会给我们讲故事，还会偷偷给我留糖吃。小莲姐她长得很好看，手艺也很好，她绣的绣花鞋又精致又好看，靠着这门手艺养活了自己和瞎眼的叶奶奶。小莲啊，李家那后生真不错，你就考虑考虑吧。王婆婆，我奶奶眼睛看不见，我得守着她，给她养老送终。哎，你这孩子，谁要是娶了你啊，哎呦，那可真是天大的福气了。你再考虑下吧，啊。奶奶，我给你按按肩，放松放松。张少爷，这姑娘叫叶小莲，爹娘都没了，就守着个瞎眼奶奶过活。好，今晚把她给本少爷请到别院去，小心些，别伤着我的小美人儿。求求你放了我吧，我奶奶还在家等着我回去呢。小美人儿，你就别挣扎了，跟了本少爷比守着那老瞎子强100倍。放开我！救命啊！诸位评评理，这贱人昨夜溜进我房里，勾引我，该当何罪？你胡说，是你强掳了我，你不得好死！张少爷会冤枉你一个村姑，分明是你自己下贱。对，我们都看见了，就是你勾引张少爷，不要脸，该抻堂。小莲姐被沉塘后，叶奶奶没人管，也没人敢管，被活生生饿死。等人发现后，她尸体都已经臭了。小莲姐和叶奶奶都是被他们害死的。现在他们死了，脚上还穿着小莲姐的绣花鞋，这肯定是小莲姐回来报仇了。惨遭凌辱，至亲惨死，难怪会驱使幻骨大开杀戒。不，我不相信我儿子会做出来这种事情。是我张家教诲无方，我张家竟养出这个畜生来。是我对不住叶奶奶，对不住叶小莲呐。叶鹏，你助纣为虐，颠倒黑白，下一个穿绣花鞋的就是你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啊！但是生死有命，冤债难偿，你自己种下的因，这个债必须由你自己来偿还。张显，你强抢民女，害人性命，现在落得个惨死的下场，也是天道轮回。若是你们真心悔过，便将真相公之于众，还叶小莲一个清白。日后要多做善事，否则张家必有灾祸。大师，那您说的幻骨是？我会在合适的时候出现，收走幻骨。小莲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拿张显冤枉你，我不该说你那些坏话，求你放过我，我可以给你奶奶收纸钱，收好多的钱。别过来，不要过来，别过来！这不是张显的别院吗？啊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仙，我不要穿绣花鞋！痛死我了！小莲祖宗，我错了，当年是我猪油蒙了心，被张显那畜生用这样银子收买。我身不由己啊！鞋没了，谢谢小莲祖宗，谢谢你。
本事你出来啊！你只会用这破绣花仙吓唬我，有本事出来，给我个痛快！杀了老子！出来啊！下来陪我吧，我一个人好孤单啊！好冷啊！下来陪我吧，来吧！我好孤单啊！我好冷啊！别杀我！来陪我吧！绣花鞋，我爱穿绣花鞋，好漂亮的绣花鞋啊！我爱穿。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叶小莲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出来吧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死？而且以你的能力，若要阻止我杀叶鹏，易如反掌。为何要？幻骨是不会被死人驱使，而且叶鹏他罪有应得，我为何要阻止？你是个好人，怪不得幻骨愿意亲近你。唉，如今大仇得报，我也该去陪奶奶了。为何连死都不叫我死？我并不是阻止你自寻短见，我只是想问你，幻骨为何会在你的手中？我也不清楚。我在水中用力挣脱猪笼，然后游到岸边，却体力不支晕过去了。一睁眼，幻骨就在我身边了。看来是幻骨有灵，自愿帮助叶小莲的，得了一只已有灵智的幻骨，真是意外收获。这个符可保你一生平安。谢谢。有时候活着比死了更需要勇气。我的金身法相又恢复了一些，照这个速度，用不了多久，我的金身法相便可完全恢复了。老祖，张老爷前来拜访。大师，我已经把张显的罪状告诉了所有人，为小莲洗清冤屈。之后，我也会做很多善事，弥补张显犯下的罪孽。只求上天不要怪罪张家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报酬，还请笑纳。哎，感谢大师及时点醒张家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感谢大师提醒，张某一定铭记于心，告辞了。大师，听说你神通广大，任何问题都能找你解决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宋家村吧！哎呀，老祖最讨厌别人跪跪拜拜的了，你起来慢慢说。我叫宋天意，是隔壁镇宋家村的。我们村最近突然出现了一种怪病，好多人都死了。怪病有什么症状？一开始只是村里有人身上起了红疹子，我们都没在意，谁曾想这红疹子痒得很啊！这样下去，人都被自己抓死了。别碰我，痒，好痒啊！快让我抓，让我抓，然后把皮肤抓破，就不痒了。大力哥，你再忍一忍，我们去镇上请医生了，他很快就到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痛啊，痛死我了！然后宋大力死了，死的时候人烂的都没有一块好的肉啊！听起来像是得了某种邪症啊！不是病，我们找到很多郎中，他们都说是得了某种绝症，开了好多药都没用啊！到现在我们村一半村民都得了这种怪病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宋家村完了！求求你了，大师，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宋家村啊！老祖，他们村子不会是染上瘟疫了吧？确实是瘟疫，但不是普通的瘟疫。宋天意，带我去宋家村看看。好好好，谢谢大师，谢谢大师。漂亮姐姐，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好不好啊？不许胡闹！大师，这是我爷爷宋和，我们宋家村的村长。大师莫怪，这丫头啊，上山割竹草，不小心从山坡上摔下来，就摔傻了。见到外人就想抓着玩捉迷藏。无妨。天意啊，快把阿云带回去，别在这捣乱。
走。哎呀，大师莫怪，我们村出了这档子事儿，人心惶惶，连照顾他的人都快腾不出来了。哦，大师，里面请。染病的村民，都在村西头的废弃祠堂里等着呢。这宋家村女子很少啊。是啊，我们宋家村穷，村里人都娶不上媳妇儿。唉，村里的姑娘长大了，也都想着往外嫁，久而久之啊，村里的女孩就越来越少了。哎，大师，里面请。傻子，老实待着，再敢乱动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的冤屈我已经知晓，我会为你讨一个公道。替我讨一个公道吗？哼，多谢好意，但我的公道，我要自己讨。宋天意，叫什么叫？给我老实待着，等大师查明。你也去死吧，畜生！你放心，宋家村的人一个都跑不了，我马上就送你们去地狱团聚。大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太折磨人了！不是病，是恶意蛊带来的瘟疫。啊，恶意蛊？我们村怎么会惹上这种东西啊？恶意蛊是一种传播瘟疫的蛊虫，这种瘟疫会让人生出恶疮，痛痒难耐。一旦恶疮开始流脓，不出3日必死无疑。而你们中的恶意蛊是被精血怨念滋养过的，煞气极重。若不及时找出蛊源并拔除，不出3日，宋家村无一个活口。啊！我还没娶媳妇呢，我不想死啊！到底谁要害我们啊？大师，求您救救我们吧！报应啊，是我们宋家村的报应啊！闭嘴！你在胡咧咧什么？大师，他这是被这怪病折磨疯了，您别听他瞎说。大师，我们宋家村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，就盼着能踏踏实实种地过日子，可不知是哪个歹人给我们下了这蛊。大师，求求您帮帮我们，救救我们这些可怜人，帮我们解了这蛊吧。还不说实话吗？这蛊你就自己受着吧。大师，大师，你别走，别走！我们都说，是他，是村长，都是村长造的孽呀！我问你，阿云到底是何来头？是我当年一时糊涂，那会儿村里太穷了，村里人讨不到媳妇儿，香火眼看就断了。我就从外边买了几个姑娘，那阿云就是其中之一。刚来的时候，她哭闹得厉害，几次想跑，被我们抓回来打了几次。后来，我怀了孩子，安分了许多，甚至想着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啊！多谢大师好意，但我的公道，我想自己讨。阿云，你没傻，你一直都是装的。我不装傻，怎么活下去？怎么看着你们一个个烂掉、死掉？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们？我们对你不薄啊！对我不薄？哼，把我当作生育工具，稍有反抗便是非打即骂，是不薄。你们宋家村的人，哪一个手上没有沾着外乡女子的血？嘿，新来的小娘皮，骨头还挺硬，都不知道试了多少回了，还搁这装贞洁烈女，真是晦气。没事儿，等村长凑够了钱，再给咱们买几个水灵的娘们回来，到时候又可以快活了。这是那个15岁的小姑娘，昨天刚给她塞了半个窝头，她死了。这个孩子不能留，这个村子只有一群毫无人性的畜生，我不能生下畜生的孩子。
这个村子从根子上就已经烂透了，你们根本不配为人。这恶意蛊是我用那些枉死女子的怨气和我自身精血所养。今天我就让你们尝尝什么叫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以身饲骨，用自己的血肉魂魄为代价，让众蛊者永世不入轮回，自己亦是如此。用我这条命换他们这群畜生彻底消失，值了。大师为何阻拦我？这群人害死了那么多无辜女子，他们就该下地狱，难道大师要包庇他们吗？陆静书，你怎么知道我的本名？陆静书，宋家村的罪孽自有天道来惩罚。我已经通知了你的家人，他们马上就会来接你，你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。我家人要来接我了。我可以见到我爹娘了。可我已经活不了了。我可以将你体内的恶意蛊剥离出来，保全你的性命。作为代价，我需要你把恶意蛊交给我，你可愿意？愿意，我愿意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驱邪破秽，是。多谢大师。村长不好了，门口来了好多官兵，说是接到报案，来查咱们村拐卖女子的事。完了，全都完了。宋河，你们宋家村多次拐卖妇女，甚至将他们逼迫致死，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，这是你们自己造下的孽，便由你们自己偿还。我虽已将恶意蛊取出，但你们体内仍有残留的蛊毒，这是你们应有的惩罚。你们就用余生好好忏悔吧。静书，我的女儿，你在哪儿？娘，我娘的声音，娘，我在这儿。娘，静书，真的是你吗？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，你怎么瘦成这样子了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爹娘，这位是救了我的乌曼大师，如果没有大师相救，我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多谢大师救了我们的女儿，大恩大德，我们无以为报，请受我们一拜。不必如此，你们的女儿已经付过报酬了。多谢大师。这怎么行？大师您救了静书，就是救了我们全家的性命。大师，您是个好人，我们不能知恩不报。但是眼下我们囊中羞涩，等我们回去以后，一定给您设立长生牌位，日日祈祷，也会把您的恩情事迹告诉乡亲们，让大家都知道是千古门的乌曼大师在救苦救难，惩恶扬善。多谢好意，事情已经了结，告辞。老祖的法线恢复了不少，看来这次宋家村的事，老祖已经化解了。请问，乌曼大师在吗？这位大人，我家老祖目前不在宗门，您找他有何事啊？我可以代为传达。此事关系重大，我必须亲自与乌曼大师商议。乌曼大师，在下姓王，是府衙的捕头，冒昧前来，是因为县里发生几起惊天命案，不是连环杀人案，死状极其惨烈。别急，慢慢说。近半月，城中陆续有多名女子离奇失踪。起初大家以为是遭遇绑架了，然而没过几日这些失踪女子的尸体竟离奇出现在城中偏僻处，死状极为凄惨。哎呀，又是你了！你看着好好的姑娘，有3条年轻姑娘下手，脸皮都没了，这凶手也太残忍了！快跟我回家，这几天都不准出门。查，给我查！就是把城里掀个底朝天，也要把这畜生揪出来。头，这怎么查呀？一点线索都没有。这些女子都是忽然消失，又突然被剥了脸丢在这里的，这
这根本不像人干出来的事儿啊！头，小李说的有道理，这案子离奇已经不是普通刑案了，很可能涉及邪祟。我听说城外有位巫曼大师，专门破解这种怪异之事。头，不妨去试试。现在城中人心惶惶，若不尽快抓住凶手，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女子遭殃。我明天就去求巫曼大师帮忙。福太大人已经下了死命令，要求我们3日破案，但是我们到现在毫无线索。大师，此案诡异，恐怕是邪祟作恶。王某求大师施以援手，查明真相，还城中百姓一个安宁啊！剥脸取皮，手段虽然狠毒，却并非邪祟作乱，而是人为。走吧，带我去看看那些女子的尸体。需要确认一件事。老祖才刚回来，连口茶还没喝上，就要去忙活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城里案子这么凶，这些姑娘死得这么惨，老祖相助也是应该的。唉，只希望早点抓住凶手，让城里恢复太平。大师，这便是近半月遇害的3名女子。果然，她们身上都残留着血胭脂的香味。香味？我怎么没闻到什么胭脂的香味？小李，你呢？头，我也没闻到，只闻到有血腥味和一点腐臭味。凡人嗅觉迟钝，自然闻不出。凝神，静气。果然有香味，之前明明没有的。有是有，但我闻到的更多的是臭味啊！这便是血胭脂的气味。它虽然名为血胭脂，但并非普通的胭脂，而是用画皮骨的唾液加上曼陀罗花粉、尸香魔芋等炼制出来的一种禁药。禁药？没错，禁药。这血胭脂可以让人在短时间里脱胎换骨，变得姿容绝世，美艳无双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头。我们以前走访调查时，确实听那些死者们的邻居们说过，说这几个姑娘以前也就是相貌平平，可就在失踪前几天，好像一夜之间忽然变得特别漂亮。我们还以为是女大18变长开了，当时都没在意。现在想来，恐怕就是用了那血胭脂的缘故。一夜变美，天下怎么会有如此好事？当然没有。血胭脂之所以被称为禁药，就是因为这变美的代价无人可以承受。当你将血胭脂擦在脸上的那一刻，就已经跟画皮骨的主人画皮师缔结了一道契约。画皮师会用他的画笔为你画出你梦寐以求的完美面孔。然后呢？代价是什么？你用血胭脂维系这份借来的美貌，而作为报酬，7日之后，你要将这张倾国倾城的脸皮完整无偿地献给画皮师。啊？那契约完成了，他们的命也就没了。这为了变美，连命都不要，这简直荒谬。他们或许根本不知道真正的代价，而画皮师也会用谎言来掩盖血胭脂的代价，再用绝世容颜作为诱饵，引诱那些向往美貌的女子。我明白了，根本没有什么随机杀人的变态，而是那所谓的画皮师，为了得到美丽的人皮，故意用血胭脂引诱那些渴望变美的女子。画皮师就是幕后真凶。头，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可是这城里卖胭脂水粉的铺子没有1000也有800，咱们去哪儿查呀？总不能一家一家去闻吧？大师，这……跟我来。老板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用了这个，我真的能变得和您一样漂亮吗？当然了，小翠，我这胭脂可是祖传的秘方。不过你需要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，比如7天内不能吃辣，不能见强光，就能拥有梦寐以求的脸蛋儿。到时候
那些曾经看不起你的人，还有你心仪的男子，都会为你倾倒。我愿意付出那些代价，请您帮帮我。乖女孩，闭上眼睛，别害怕，不疼的。来，张嘴。又是一张送上门来的好皮囊。7天后，我又有一张绝美的收藏品了。小翠，醒醒，看看镜子里的自己，是不是已经美得让自己都心动了？这是我吗？太美了。拿好，每天涂抹一次，7天后你就会永远变得这么美了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大师，刚才那姑娘手里拿的是血胭脂啊！无妨，她脸上的画皮骨气息很淡，应是契约刚成。待我收回画皮骨，那契约便会自行消除，届时她的容貌便会恢复，除了会生病几日，并无性命之忧。哎呦，姑娘这是天人之姿，可是来买胭脂的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我这儿刚好进了些上等好胭脂，最适合姑娘这样天生丽质的，能让您的美貌更上一层楼，保准让天上的仙女都自惭形秽呢。你这凝香阁的胭脂倒是精致得很，不知道这代价我付不付得起？姑娘真是说笑了，不过是付出些金银俗物罢了。能换取盛世容颜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呢。倾世容颜，然后带着这张倾世容颜被你剥去面皮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血压捕快，画皮师，你用禁药血胭脂诱骗良家女子，你残害数人性命。今日我等特来缉拿你归案，你可知罪？是我做的又如何？他们自己想变美，我不过是成全了他们，收取点报酬，有什么不对？你若说是以性命为代价维持7日的美貌，你看他们还愿不愿意换？你懂什么？你们这些天生貌美的人，怎么会懂我们这些长相平庸之人的痛苦？我男人因为我长得不好看，跟一个漂亮女人跑了，他竟然还说多看我一眼就是在侮辱他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容貌就能决定一切？我历经千辛万苦才得到这画皮骨，才有了现在的美貌。我是在帮他们，帮这些跟我当年一样因为容貌丑陋受尽白眼的可怜人。我让他们在死前体验到最美的自己，还把他们最美的样子保留了下来。他们应该感谢我。荒谬！你这是在强词夺理。就是，想要变美有很多种方法，你分明是为了满足自己搜集人皮的私欲。执迷不悟，你已坠入邪道。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让你为你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。就凭你们，还想杀我？既然你们送上门来，那我就让你们变成我的收藏品。哼！天地无极乾坤剑法，
原来的样子了，这也太神奇了。他的容貌依靠画皮骨得来的，如今画皮骨没了，他的脸自然会变回原来的样子。画皮骨已被我收复，那些女子签订的契约也会自行消散。他的修为已被我废除，你们带他回衙门，依法处置。若非大师出手，城中还不知有多少女子惨遭毒手。王某代府衙，代全城百姓，谢过大师。分内之事，此间事了，后续事宜交由你们了。桃儿，乌曼大师真是太厉害了，简直就是活神仙呀！是啊，此等大恩，必须要全城百姓知晓。近日连环剥脸杀人案已告破，此案得以迅速侦破，全靠千古门宗主乌曼大师，以无上法力惩恶扬善，真乃我辈之福啊！原来是千古门乌曼大师，我就说嘛，官府怎么突然这么厉害？乌曼大师真是活菩萨啊！之前沈家公子的事也是乌曼大师出手的。太好了，婉儿有救了！啊！这次怎么增加了这么多功德愿力？原来是王捕头将画皮师被捕之事告知全城，那些被救女子的家人感念我的恩情，便自发立长生牌位。老祖，您的金身法相又恢复了好多，真是太好了。等石像彻底金光流转，说不定就能飞升成仙了。修行之路漫漫，成仙哪有那么容易？阿七，你且记住，我辈修行，修的是本心，积的是功德。若心不净，道不纯，纵有万千愿力加持，也难窥大道真谛。老祖，弟子知晓了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自己闯进来了？你找我什么事？求您救救我的爱人婉儿，我怀疑她被人下了情蛊。别急，你详细说说。婉儿性格温柔，知书达理，身为官家千金，非但不嫌弃我一个穷书生，还对我极好。我对她一见钟情，她也是。我们俩早就互相表明了心意。可是从3天前，一切都变了。她突然对我冷若冰霜，转而喜欢上了一个破皮无赖，而且对她言听计从。大师，婉儿不是朝三暮四的女人，肯定是那无赖对她下了情蛊，否则她绝对不会喜欢上这种人。大师，求您救救婉儿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愿意。老祖，林峰还真是个重情的人啊。这林峰的面相。老祖，走吧，带我去找婉儿姑娘。她中的并不是情蛊。谢谢大师。里面就是婉儿和那无赖赵七。赵老，这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儿，你快尝尝。真好吃。赵七竟敢如此命令婉儿，真是该死。婉儿姑娘中的不是情蛊，而是桃花蛊。桃花蛊是什么？我从来没听说过。桃花蛊与情蛊相似，但更阴毒。情蛊通常用在情侣之间，以保证真心不变；而中桃花蛊之人，对下蛊之人非常痴迷，甚至言听计从。该死的赵七，竟敢对婉儿下这种东西！我要杀了他！赵七，拿开你的脏手，不许你碰婉儿！林峰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欺负赵老？婉儿，你醒醒！是赵七给你下了桃花蛊，你才喜欢他的。什么桃花蛊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喜欢的是赵老，你再纠缠我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小子，
看见没有，婉儿喜欢的是我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赶紧滚，别在这里碍眼。大师，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别多管闲事。中蛊之人需下蛊之人的心头血，是我帮你，还是你自己来？哪来的疯婆子？啊，在这儿装神弄鬼，赶紧滚！不准你伤害赵郎！定。婉儿张嘴，痛！我怎么在这里？林峰，婉儿，你终于醒了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别着急下了桃花谷，喜欢上他了，在这陪着他吃饭呢。怎么可能？我都不认识他。不是我干的，桃花谷是那个蒙面的女人给他下的。桃花谷是那个蒙面的女人给他下的。哎呦，要是能娶到这样的官家小姐，这辈子都值了。我可以帮你得到她。啊？谁啊你？而且你胡说什么呢？那可是官家小姐，你能让她嫁给我？就凭这个，只要让她吃了这个，她就会对你死心塌地，言听计从。你不是一直娶不到媳妇儿吗？这可是天赐良机。这能成？婉儿小姐，她可是官家小姐。官家小姐又如何？只要吃了她，神仙也得动凡心。怎么，你不敢啊？谁不敢了？我干。不过这事儿也有危险，你得给我20两银子，要不然我不干。好，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我再给你10两。蒙面女子到底是谁？我自问从未与人结下如此深仇大恨，为何又要如此害我？赵七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那个女子有什么特质？有，她给我递钱的时候，我看她右手手腕上有个桃花瓣的红色印记。林峰，你认识这女子？我不认识，我怎么可能会认识？我认识的女子里也没有带胎记的。好一个你不认识，林峰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胡瑶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不来怎么能看到你这负心汉一边受着我的供养，一边对着别的女人摇尾乞怜？婉儿，你别听他胡说，她只是我的一位远房表妹，自幼失了父母，寄住在我家而已。林峰，你跟我解释什么？你这个贱人，装什么青春无辜？要不是你勾引我相公，他怎么会背叛我？我要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！我让你过来是让你还原事情真相，不是让你来杀人的。说你不冷静，我不介意让你冷静。大师，这女人是个妖怪，你快除了她！她在故意破坏我和婉儿的感情。你还没有资格命令我。啊，林峰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跟你什么时候有过感情？婉儿，你为什么不承认？我们明明早就两情相悦，私定终身了。林公子，你怕是得失心疯了吧？我何时与你私定终身了？就那次我送你礼物那天。啊，林峰，你怎么来了？婉儿小姐，多谢你一直以来的照拂，这是在下的一点礼物，还望小姐能收下。林峰，我帮你是出于道义，你若有心，便该将功夫放在圣贤书上，考取功名才是正途。婉儿，我明白了，你一定是在激励我，怕我耽于儿女情长。放心，我一定会金榜题名，凤冠霞帔，迎你过门。该死的贱人！婉儿，你不可能不喜欢我的，
上次我晕倒在你家后巷，你亲自命人救我，还赠我银两盘缠。之后我每次在你府外徘徊，你看到我都会对我温柔一笑。上月15，你甚至还让丫鬟送我一盒精致的点心，这难道不是心意相通的证明吗？我救你是出于怜悯，我对你笑是出于礼节，我送你糕点是那日府中有宴会，有剩余，顺手为之。难道我善良，我乐于助人，我还有错吗？林峰，莫说是你，就算是路边的一条野狗，我也会上前帮忙的。你怎会生出如此荒唐的念头？不可能，你不可能不喜欢我，你骗我，你一定是在骗我。桃花蛊虽阴毒，但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对心怀挚爱之人不起作用。方才我驱蛊时便已确认，婉儿姑娘心中对你并无半点男女之情，你所谓的两情相悦，不过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。之前你坚称婉儿是你的爱人，我还以为是我自己修行不足，未能看透表象。林峰，你竟然如此自恋，都让人大师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了。你真该死！都让人大师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了。你真该死！好你个林峰，我乐于助人，倒揪出麻烦来了。真是晦气！今日我就当被疯狗咬了一口。从今往后，你若再让我见到你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多谢大师相救，他日我定亲自登门拜访道谢。今日误会解除了，晚辈就先告辞了。赵七，你现在就去官府忏悔罪过。是，我现在就去官府忏悔自己的罪过。林峰，我耗尽修为变身成人，为你操持家业，挣钱供你读书。你说过你考取功名后一定不会辜负我，这便是你的不会辜负我。瑶儿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只是想借助婉儿家的权势，好早日考取功名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闭嘴吧，满嘴谎话的小人！林峰，我今天便要让你知道欺骗我的下场。大师，这妖女发狂了，要杀我，求您救救我！你们二人之间的因果，需你们自己解决。但你若杀了她，我只能也让你消失了。我废去了他四肢的经脉，这便是他欺骗我感情的下场。你身为妖，却主动害人，已犯下大忌。今日我便削去你30年的修为作为惩罚，念你日后潜心修炼，不要再执迷于情爱。多谢大师，狐妖知错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潜心修炼，绝不再踏入这人间半步。今日的一切都是你自食恶果，咎由自取。从今日起，功名之路已断，好自为之。我的胳膊！哎，老祖，您的精神法相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？难道这次的因果还没了干净？因果已了，不过这次只不过是一场误会罢了。误会？那林峰错把婉儿当成了爱人，实则这都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缘分罢了。啊！搞半天，这林峰是个自恋狂啊！哎，有人吗？救命啊！雾霾大师，救命啊！哇！谁啊？大半夜都不睡觉。大师，我是孙家村的孙尔和，求您救救我爹！我爹他怀了鬼胎。啥？你说啥？你爹怀孕了？详细说说，怎么回事？就是今天，我爹一觉醒来，他的肚子鼓了起来，还疼得直打滚儿。我们以为是得了什么怪病，就赶紧请了郎中。可郎中一把脉，说是喜脉。
可郎中一把脉，说是喜脉。这孙老哥，你这脉象是喜脉呀？放屁！老子是男人，怎么可能怀孕？对呀，郎中，您没看错吧？我家老头子都快50了，怎么可能会怀孕啊？老夫从医40载，断不可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啊！他虽说脉象是喜脉，但是隐隐带着一股阴寒之气，绝非寻常身孕，有可能怀的是鬼胎呀！啊，鬼胎？郎中看了也束手无策，说是从未见过此等怪事。大师，我爹现在疼得生不如死，肚子还不断长大，求您去看看吧。你爹不是怀了鬼胎，是中了蛊。蛊？胎逆蛊，此蛊是用枉死的婴儿炼制的邪蛊，中蛊之人会被腹内蛊虫吸取生命力，直至身体生机断绝，蛊虫才会破体而出。生机断绝？不，大师，求求您救救我爹，多少钱我们都愿意给你。胎念蛊怨念极深，非寻常孽债可引动。走，带我去你家看看。请。怎么感觉老祖好像不太待见这孙二和呀？大师，请。爹娘，大师来了。大师，求您救救我家当家的吧，这肚子跟要炸开似的，人都快不行了。确实是胎逆蛊，而且这胎逆蛊已成气候，正在疯狂吞噬他的身体。照这个速度，最多3日，这蛊虫就会吸干他身体全部的生机，破腹而出。届时大罗金仙也难救。3日？大师，这蛊能解吗？大师，救救我！我孙守根一向老实本分，怎么就惹上了这种邪门东西？老实本分？孙守根，我问你，你这一生一共有7个孩子，为何如今只剩1个？大师，您有所不知，我们之前有5个女儿，都夭折了，只留下了大山和二和2个儿子。前段时间，大山又遭遇意外离世了，如今我们就只剩下二和这1个儿子了。因果债，命来偿。孙守根，你可曾想过，你腹中的胎逆蛊是用哪具婴儿的尸骸炼成，才会如此恨你？若非怨气滔天，这胎逆蛊又怎会如此凶狠，非要吸尽你全部生机？孙守根，你还要隐瞒到何时？是要等着蛊虫破体而出，让自己死无全尸吗？还有，你的那些女儿真的是意外夭折吗？我说，我女儿没有夭折，都是我亲手害死的。当家的，你不是说大女儿死了，后面4个都没立住吗？第一个丫头是我亲手把她按进脚盆溺死了，后来又生了4个赔钱货，我嫌晦气，都趁着半夜扔到村西头的女婴塔了。你个畜生！你告诉我，大丫头病死了，后面4个都没立住。娘，你冷静点儿。爹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啊？我也是一时糊涂，那时候村里人都说生不出儿子就是绝后，你爷爷奶奶天天指着我的鼻子骂我，一生气就干了这些事儿。怪不得每次我生下女儿，你就说孩子没了，还不让我看。原来是你，原来竟是你！女婴塔，难怪孙家村怨念会如此浓重。大师，求求你救救我！大师，求您看在我也是一时糊涂的份上，救救我吧！我不想死啊！你做下的罪孽又何止这些？你还欠你大儿媳朱莹莹1条命，你欠朱莹莹1条命还1命，天经地义。朱莹莹，我大嫂，她不是已经随我哥去了吗？朱莹莹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出来了结你的因果吧。莹莹，你不是已经……
大嫂，你是人是鬼啊？孙守根，你欠我的该还了。莹莹，爹错了，那就是个意外啊。莹莹，爹给你烧纸，给你立长生牌位，求你饶了爹吧。饶了你？当初你逼我喝堕胎药的时候，我跪下来磕头求你，头都磕破了。你们谁饶了我了？谁饶了我那未出世的孩子了？莹莹啊，大山走了，你还年轻。我们老孙家呢，也不想耽误你，也给你找了一个好人家，虽然是续弦，但是家境殷实。爹，我不嫁，我生是孙家的人，死是孙家的鬼，我还怀着大山的孩子。哎呦，哎，孙老哥，这就是大山的一父子啊！来，让我摸摸看看是不是个带把的。是个赔钱货，丫头片子。你想清楚了没有？里面是赔钱货，到时候还得赔上一份嫁妆，还得吃白饭。所以说，不如你们想干什么？爹，我这是大山的亲骨肉啊！什么骨肉？我看这就是个野种。你耐不住寂寞，不知道怀了谁的野种。我们老孙家可丢不起这人。爹，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？按照你说的办，尽快处理干净。媳妇堕胎药下去，保证死得干干净净。过来，张嘴，给我喝下去，喝下去。莹莹啊，别怪爹心狠。张嘴！你要不嫁人，哪来的钱给二哥娶媳妇？要怪，就怪你怀的不是男孩。哎呦，不好了，孙老哥，大出血，恐怕要出人命啊！哎呦，这咋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只会打掉孩子吗？我以前也给人用过，没事啊，都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。哎呀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拖到后山，就说他伤心过度，找大山去了。好，哎呀，要命了，这是！孙守根，你们想卖了我换钱，你还想杀了我的孩子，现在就要你为我的女儿偿命！谁说你怀的是女儿？你怀的其实是个男孩。啊，不可能！王婆明明说是个不带把的。市井骗子胡诌罢了。男孩，竟然是个男孩！你听到了吗？你亲手杀死了你期待一辈子的孙子，报应，真是报应！我自己的孙子，王婆，都怪你！我要杀了你！王婆啊，他早就死了，你马上就可以去底下见到他了。莹莹，爹知道错了。莹莹，爹知道错了。莹莹，爹给你跪下来。晚了，他逆骨已经成型，你必死无疑。大师，求你救救我！大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。自作孽不可活，今日种种，皆是你自己种下的恶果，怨不得别人。明日午时，我会来取走胎逆骨。大嫂，这都是爹的主意。我和娘，我们俩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是无辜的。你看在我和娘的面子上，放过爹一次吧。无辜？你装什么无辜？把我卖了换钱，不就是为了给你娶媳妇儿吗？我不信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大嫂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放心，你没有动手，我是不会杀你的。不过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了，我要让你们孙家绝后。为什么？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啊！还有你，当初我被灌下堕胎药的时候，你明明就站在门外都不敢推门进来，你也是帮凶。你这一辈子都唯唯诺诺的，难怪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。报应啊！
都是报应啊！百家有女一家留，一家有女百家求。愚昧至此，何其悲哀！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怨念消散，往生极乐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感谢大师超度这些枉死孩子的亡魂，让他们有了一个转世投胎的机会。大师慈悲，民妇有一事相求，求您送我这可怜的孩子去投胎。民妇用了尽数，时日不多了，怕是护不了他周全。好。多谢大师。朱莹莹，禁术反噬虽重，但并不是无解。大师这是何意？大师，这里竟然有个孩子，他还活着。朱莹莹，这孩子与你有缘，你可愿抚养他长大？我愿意，求大师帮我续减反噬之力。我可以为你拔除体内的禁术隐患，但作为交换，孙守根体内的胎逆骨要交由我来处置，并且你以后不能再炼制邪骨。多谢大师成全。我已经将禁制打入你的体内，往后你无法再使用禁术，带着孩子离开吧。多谢大师，民妇永生难忘。因果已了，这胎逆骨我今日便收了。胎逆骨我已收回，你最多还有3日的寿命，好好享受这段时光吧。当家的！我大嫂说，我日后都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，您能不能帮帮我？孙家重男轻女，草菅人命，如今断了香火，也是天道对你们的惩罚。若你真心悔过，日后多做善事，或许还会有一次转机，但这转机不在我身上，恕我无能为力。大师，你帮帮我！孙二和，你个丧良心的东西，都怪我李家瞎了眼，还想把闺女嫁给爹，干出了丧尽天良的事，还想娶媳妇儿，做梦吧你！赶紧把庚帖给我拿回来，不然打断你狗腿！李叔，您听我跟你解释，这件事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没做呀！你这黑心肠、烂心肝的狗东西！你爹不是东西，你也不是什么好货。卖嫂子换彩礼，还想娶我闺女，做梦！这要真是以后娶了我闺女，是不是没钱了还要卖我闺女啊？这门亲事我坚决不同意！赶紧把庚帖给我拿过来，不然拆了你家！李叔，善恶终有报，李叔，天道好轮回。算你识相，我们走。还有，别让我见你们李家人，恶心！呸！走，真没良心，恶心！报应，都是报应啊！哇，老左，
您的精神法相又恢复了不少。孙家一行解了无数英灵的怨念，功德不小。此骨因孙家罪孽而生，也该随着孙家的因果彻底消散。老左，那朱莹莹炼制邪骨，你为什么还要帮她呢？阿七，你且记住，我派厉门之本是制衡邪徒，并非赶尽杀绝。他既有心悔过，我便给他一次机会。哦，老左，那我们接下来干什么？修炼，积累功德，待金身法相完全恢复，广招弟子，重振千古门。是，老左，弟子一定好好修炼。小师傅，你们是？这位是郑国侯府的孟老太君，我们有天大的急事，请吴曼大师救命。小师傅帮忙通传一声，我有要事求见。老太太，你先别急，我这就去禀报老左，你们先坐着歇歇。大师，求大师救救孟家。老太君莫急，慢慢说。孟家快死绝了。体表无伤，无中毒迹象，腑脏也无疾病特征，这真是闻所未闻。侯爷与夫人似是睡梦中便去了，恕老夫无能，查不出死因，或许是某种罕见的疾病突发。老太君节哀，小姐与小公子与侯爵夫人，情形一模一样，脉息戛然而止，身体确无异样，下官实在是，查不出缘由。太傅，外头传得很难听，咱们侯府定是做了亏心事，才被下了这绝户的诅咒，简直一派胡言。我们孟家世代忠君报国，马革国使者数不胜数，从未做过一件亏心事，哪来的诅咒啊？老身一定查个清楚，还我孟家一个清白，还我孟家一个清白。吴曼大师，求求你救救我孟家吧！若真是诅咒，老身愿以命相抵，只求放过我最后一个孙儿怀安，我们孟家不能绝后啊！不是诅咒，是人为。你们孟家的人是被人故意害死啊！人为？是谁竟如此狠毒啊？这是要灭孟家满门！你们孟家先祖功德深厚，广受庇护，致使你们孟家人被天机所掩，仅靠推算，看不清太多。我只知道是故意被人加害。那大师您都没有办法了吗？带我回侯府，我需亲自查看，方能揪出幕后真凶。谢大师愿意出手，老身准备了辇车，我们即刻动身。孟怀安，你又准备溜出去？祖母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都快闷死了。怀安，如今侯府就剩你这一根独苗，你给我安生在家待着，万一出了事，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娘交代？能有什么事？祖母，您就是想太多了。太医都说了，爹娘和小弟小妹那都是意外。你整天把我关在家里，我都快发霉了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你知不知道？祖母，这又是您从哪儿请来的高人啊？这么年轻，
比那些白胡子老头看着还不靠谱。怎么，这次是驱邪还是跳大仙啊？混账东西！这是千古门的乌曼大师，休得无礼！大师？我看是骗子才对。祖母，您就是年纪大，容易上当。这些江湖术士不就是看咱家出点事儿，你想来骗点银子花花吗？来人，把这个混账东西给我押回院子看管起来！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放他出来！放开我，祖母，您不能这样！我都1个月没出去透口气了。还望您不要生气。大师啊，您淮安他怎么了？你看不住他。什么？孟淮安印堂发黑，煞气缠身，今日他必有血光之灾，而且还会危及性命。危及性命！大师啊，求您救淮安，我们侯府就剩下这一条血脉啊！老太君，我现在知道你的儿子儿媳，还有孙儿孙女是如何死的。求大师明示。不是生病，也不是意外，而是被人用长生蛊吸干了寿命与生机。长生蛊？长生蛊顾名思义，能盗取他人寿命，使下蛊者能够长生。但天道有恒，长生逆天而行，代价巨大。用长生蛊盗取他人10年阳寿，只能为受用者续上1月光阴，而且这长生蛊只能盗取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的寿命，譬如父母、子女、兄弟都可。血脉越近，效果越好，反噬也越小。血脉至亲才能转移。哦，二房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淮安他二叔公家只剩下一个老太爷跟他的孙子孟义川。当初我们长房看他们孤寡，多年来一直照拂他们，想不到竟如此狠毒，害我们长房。是与不是很快就会知晓。如今孟淮安身上已经有长生蛊的气息，下一个目标就是他。淮安有危险。既然对方已经将目标设为孟淮安，我们严防死守未必有用，不如来一局请君入瓮。请君入瓮。将此平安符烧成灰，化入水中，让孟淮安喝下。就跟他说，只要喝下这符水，便允许他今日出门。这岂不是将淮安推向火坑？放心，此符可控制他的心脉，令他假死瞒天过海。只要在今日申时之前将他从揽月阁带回来，我便有办法留住他的寿命，让他安然苏醒。揽月阁，那是淮安常去喝茶听曲的地方。大师，这您都能推算出来？届时下蛊之人必遭术法反噬，谁是凶手，一目了然。好，就依大师所言，老身愿意赌他一把。红豆，将此符烧化入水，亲眼看着少爷喝下去，跟他说，喝了此水，立刻让他去那揽月阁散心，但申时之前必须回来。再安排几个机灵的家丁跟着他，申时之前一定将少爷带回来。来，烦死了，非得喝了那用苦油色的符水才能出来。祖母真是老糊涂了，被那江湖骗子耍得团团转。哎，淮安哥，你也别怪老太太，她也是担心你。不过那个大师确实可疑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要想不开心的事了。既然出来，小弟陪你一醉解千愁。来，一川，我怎么有点头晕了？这酒劲儿也太大了吧？可能是你心情不好。来，咱们再来一杯，喝多了睡一觉就好了。
蠢货！哎呀，孟怀安呀，你也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你挡了我孟前川的路。哎呀，孟怀安呀，等你死了，长房绝后，到时候镇国侯府的爵位自然就落在我二房头上。祖父靠着你们一家子的寿元多活些年，亲眼看着我继承爵位，光耀二房门楣。死了？以后我就是镇国侯府的小侯爷了。少爷，你在哪儿啊？少爷，你怎么了？少爷怎么死了？没气儿了，快把他抬回府吧。抬回去又如何啊？他寿命已经被吸干了，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你。等我把新鲜的寿元带回去给祖父，再由祖父出面劝说那个老太婆，到时候镇国侯府的爵位就是我的囊中之物。怀安啊，我的怀安啊，你睁开眼睛看看祖母。大师，怀安没有呼吸了，你救救他，求求你救救他。莫急，时机未到。红豆，你现在去孟家二房盯着，一旦发现他们院里有人突然倒下，立刻回来报信。是。大师，这是何意？长生谷借到的寿元需及时转给受用者，现在就取回孟怀安被夺走的寿元，到时候用长生谷接寿的人会得到反噬，瞬间死亡。怀安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头好痛。怀安，差点奶奶见不到你呀！我不是在揽月阁和一川喝酒吗？怎么突然回到家，躺到床上了？怀安，你是说，是那孟一川约你出去的？是他陪你喝的酒？是啊，我在家闷得慌，他就说来揽月阁喝酒解闷儿。怎么了，祖母？还怎么了？我的傻孙，害死你爹娘，你小弟小妹，刚才还差一点害死你的，就是那孟一川。啊？什么？一川怎么会害我们？祖母，这不可能！祖母，你搞错了吧？老太太，大师，二房老太爷，他刚刚还在院子晒太阳，突然就倒地不起了。下人过去查看，已经没气了，死状和侯爷他们一模一样。二主公死了。看来用长生谷窃取你们长房寿元，为自己续命的是这位二老太爷。好一个狼心狗肺的二房，我们家待他们不薄啊，竟然想害我的孙儿，断我的长房血脉，真以为我老婆子提不动刀了吗？去召集所有的护院家丁，抄起家伙去二房那边，我今天非要问他个清楚明白。哎，您带这么多人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孟一川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装模作样？祖父呢，找他有事，让他出来一趟。啊，祖父已经睡着了，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，钱川会转告祖父的。睡着了，怕是遭报应被反噬死了吧？一川，你祖父最近身体不好，怎么今日在揽月阁喝酒，没听你提起半个字？
孟怀安，你没死，我明明……你明明什么？明明自己亲手用的邪祟害死了我，是吧？不可能，明明已经没气了。托你的福，我的怀安差一点就真的死了。多亏了乌曼大师神通广大，早早的布下了后手，才将我孙儿从那鬼门关拉了回来。是你坏我好事。孟一川，天道不可违，害人终害己。你和你祖父利用长生谷盗取至亲人的寿命，早已违背天道。今日的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贱人！要不是你多管闲事，孟怀安早就死了。镇国侯府的位置就还是我的。贱人！我要杀了你！你敢！这一拳，为我爹；这一拳，为我娘；这一拳，为我小弟；这一拳，为我小妹；这一拳，为我自己。别打了，安哥，我知道错了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。去死吧，孟怀安！只要你死了，镇国侯府就剩我一个男丁，爵位还是我的。怀安，你个贱人！你还我长生果！你还我长生果！你不得好死！真相已经查明，长生谷我已经收回，此件事了，告辞。即便是我们淮安真有一个万一，这爵位，我宁愿上书陛下，将他交还朝廷，也不会让他落在你这个卑鄙无耻的畜生手中。来人，将他给我拿下，明日一早送到官府大牢。杀人偿命，秋后问斩。大师请留步。我们侯府这次遭遇大劫难，多亏大师鼎力相救，我们才可以逢凶化吉。老身实在是没有什么报答你。见此令牌，如同见镇国侯本人。凭此令，可以号召我们孟家上下所有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跟资源，请大师务必收下。日后大师若有何差遣，我们孟府上下定竭尽全力。此物我便收下了。此前淮安年少无知，还请大师海涵。此礼我受了。老夫人放心，经此一事，他会成长起来，成为一个合格的镇国侯。祖母，孙儿一定不会再让您失望了。老祖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老祖，您的石像金光又亮了些，看来这次的事情也完美解决了。好了，别总盯着石像看了，你看你都困成什么样了，快去休息吧。好的，老祖，那我去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夫人，您慢些走。乌曼大人，我丈夫他中邪了，求您救救他。夫人，您先起来说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师，我丈夫刘福生是青山县的县令，前段时日他意外昏迷，醒来之后竟要杀我。老爷，您都昏迷3天了，快醒醒啊！老爷，你醒了！死！给我死！你赶紧
放开我！老爷，你怎么了，老爷？下一个就是你！快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老爷又杀人了！放开我！大师，我负伤已经死了3个人了，我丈夫他一定是被什么脏东西给附身了，求您给他驱除邪祟，我愿意给钱，多少钱都可以。刘夫人，你若不说实话，我是不会帮你的。大师，我说的句句属实，不信你可以问小桃。是真的，都是奴婢亲眼所见。刘夫人，那刘福生为何昏迷呢？是，说，他是被一个疯女人用石头砸晕的。一定是黄春兰那个疯女人，她给老爷下了咒，才让他疯成那样子的。求您一定要救救他，我可以给你钱，很多很多钱。刘福生不是被下咒，也不是中邪。啊？那是什么？走，带我去府里看看。谢谢大师，只要您能治好他，我给你黄金1000两，不，1万两。带路。可怜人呐，老祖这样子分明是生气了，去刘府清算去了，还以为是给你们撑腰去了呢。大师，我们只能先把老爷这样绑起来，不然他见人就杀。小贱人，你绑住我就没有事了吗？下一个死的就是你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杀我？他这样已经杀了3个人了，大师，求您救救他。杀的3个人都是什么人？都是平时帮老爷做事的，算是老爷的心腹。原来是做脏事儿的人，满手罪孽，死有余辜。这……你刚才说把黄春兰抓进了大牢，她现在在哪儿？把她带来见我。你好啊，果然是那个贱人搞的鬼。小桃，去把黄春兰带来。是。夫人，小厮说黄春兰受不住酷刑，昨日便死了。什么？她竟这样死了？真是太便宜这个贱人了。夫人，还有大师，黄春兰虽然死了，但是凭您的本事，不用她，你也可以把我丈夫治好。我可以加钱，再给你加5000两黄金。哼，刘夫人，黄春兰死了，刘福生就永远也治不好了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大师，你别开玩笑，我可以加钱，多少都可以。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？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小厮还说黄春兰在牢里一直嚷嚷着，说自己是刘县令，说是刘福生。哼！你说不说谁让你袭击县令大人？我是刘福生，我是刘县令，你敢打我，我杀了你，诛你9族！你个贱民，敢袭击县令大人，进了大牢还敢冒充县令大人！我打死你！诛我9族！打死你！真的是刘福生、刘县令，你们这些狗奴才！死了！哼，他如果是刘福生，那坐在这里的是谁？是鬼吗？这满口胡言！他没说谎，他就是刘福生。又或者说，黄春兰身体里住的是刘福生的灵魂，而刘福生的身体里住的是黄春兰的灵魂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办到的？用傀儡骨，傀儡骨
可以使中蛊者无条件的听从下蛊者的命令。这也没说可以互换身体啊。没错，普通的傀儡蛊当然没有这个功能，但若是下蛊之人用自己的心头血喂养7749日，再让目标服下，逆天而行，再以自己魂飞魄散为代价，便可强行与目标互换身体。本以为又是江湖骗子，没想到竟是真本事。不错，我就是黄春兰，是我用傀儡蛊和刘福生互换了身体。真正的刘福生已经被你亲自下令好好招待死。什么？黄春兰，你为何要与刘福生互换身体？单纯用傀儡蛊也可以达到目的，不是吗？你可知道，你用这法子互换身体，49日之后，你也会魂飞魄散。魂飞魄散？只要能亲手为我女儿报仇，杀了这群畜生，魂飞魄散又如何？黄春兰，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为什么？我还想问你为什么？刘氏，你可知道我女儿黄小玲？什么黄小玲、黄大玲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好，你不记得黄小玲，那刘轩，你总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，那可是我那可怜的儿子，他从出生身体很弱，前几个月都已经离世了。知道就好。什么阿杂东西？刘夫人，这就是你儿子刘轩的骨灰。啊？什么？我儿子明明已经入土为安了，我还给他找了个八字匹配的媳妇儿伺候他。终于承认了，我的小玲不是意外死亡，就是被你们故意害死的。黄春兰，我们找人算过了，你的女儿跟我家轩儿八字契合，正好我家轩儿刚过世，你女儿也死了，那是老天爷给的缘分，正好两家结个亲，让你女儿下去伺候我的轩儿。我女儿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就出了意外，一定是你们杀了我女儿，想结亲，你们做梦！你们放开我女儿！你们这群畜生！就算你知道是我们干的又如何？我们是官，你们是贱民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女儿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我一定要让你们偿命！我女儿被你们抢去了，我怎么能让她一直这样受委屈呢？所以我就把我的小玲抢了回来。而你那好儿子刘轩，我就一把火烧了。喏，就在这儿，马上你们就可以下到地狱团聚了。我的儿啊！夫人，大师，帮我杀了他，杀了这个疯女人！刘夫人，你和刘福生身为父母官，却为了一己之私草菅人命，强抢民女配阴婚。如今刘福生惨死，你也身患重病，命不久矣，这就是你们的报应。身患重病，命不久矣。黄春兰，你可知今日便是7749日的最后一天，过了子时，你便会魂飞魄散。如今你可曾后悔？我不后悔，
凭什么我的女儿要无辜惨死，而这些畜生却能逍遥法外？只要能够亲手为我女儿报仇，死而无憾了。黄春兰，你虽习得蛊术，却仍然坚守本心，除了罪有应得之人，并未伤其无辜。念在你是为女报仇，情有可原，我可取走你体内的傀儡骨，送你跟你女儿团聚。你的女儿一直都在等你。我的女儿在等我，可是大师，我没有什么报酬给您。不用，你体内的傀儡骨作为报酬就好。多谢大师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魂魄归位。快去跟你的女儿团聚吧。刘夫人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好自为之。我的金身法相终于完全恢复了。老祖，好多宗门发来拜帖，说明天要来拜访咱们千古门呢。老祖，你的金身法相已经完全恢复了呀！如今各方势力都敬畏咱们千古门这是彻底重回巅峰，再登第一宗门之位了呀！我千古门本该就是第一。